根据专家的估算，墨脱水电站如果顺利建成，它的总规模或许将达到三峡水电站的3倍。到时候，我国不仅可以解决西南地区的用水问题，甚至还可以顺手帮助靠近我国藏区的印度解决一下困扰他们多年的洪涝灾害问题。可就是这样一项对周边各国皆有利好的工程，却遭到了印度的疯狂反对。因为种种原因，直到今天，墨脱水电站都没能正式开工。那么，墨脱水电站的建设到底面临着哪些现实层面的难题呢？墨脱水电站又为什么直到今天都无法顺利开工呢？印度又为何对墨脱水电站的建设感到如此恐惧呢？按照我国所提出的计划，墨脱水电站被建设于我国的墨脱县境内，这一地区扼守着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河道，地理落差极大，因此水能资源也相对较为丰富，在这里建设一个水电站简直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长期以来，我国的西南地区都面临着缺水的问题。只要墨脱水电站建成之后，我国就可以顺势将墨脱水电站产生的多余水资源直接输送到西部其他的地区。同时，这个水电站也有可能会缓解我国川渝地区的缺电问题。每到了夏季，川渝地区就会进入用电高峰期，这个时候一些城市的电力系统就会出现不堪重负的情况。而墨脱水电站如果建成，将有效地缓解这一情况。而且根据专家的估算，墨脱水电站建成之后，其装机容量可以达到惊人的6000万千瓦，这个数字相当于三峡水电站装机容量的3倍。目前，三峡水电站已经是世界上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了。如果未来墨脱水电站顺利建成，那么我国的工程团队势必会再一次刷新水电站装机容量的这一世界性纪录。这注定是一个永载史册的壮举，也注定是一项震惊世界的工程。一旦水电站建成，雅鲁藏布江周边的生态环境将会得到极大的改善，西藏等地的农耕条件也会因此发生变化。然而，雅鲁藏布江毕竟是一条跨国河流，我国虽然位居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可以提前享用雅鲁藏布江所带来的各种便利条件，想修建水电站这么大的事情，我国当然还是要与周边的国家商量一下的。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当我国向印度提出建设墨脱水电站的计划之后，印度方面立刻就展现出了极为激烈的反应。他们不仅明确反对我国在墨脱地区建设水电站，甚至还开始利用国内的宣传机器妖魔化我国的这一正当行为。中印两国之间由此开始了漫长的沟通与博弈，直到今天，墨脱水电站依然没能顺利开工。按理来说，如果墨脱水电站顺利建成，我国就可以顺势帮印度解决困扰本国多年的洪涝灾害问题。对于如此浅显易见的好处，为什么印度就是难以接受呢？也许站在中国人的角度，我们根本无法理解印度反对建设墨脱水电站的原因，但站在印度人的角度，人们就会发现中国建设墨脱水电站的举动会给印度带来多大的影响了。首先印度是一个水热资源极度不平衡的国家。虽然作为一个热带国家，印度每年都会迎来漫长的降雨季，但印度的降雨和干旱季节呈现出了两极分化的态势，这使得印度常年备受旱涝灾害的困扰。国内的水资源分布也呈现出了南多北少的态势。如果中国在这个时候选择建设墨脱水电站，的确可以帮助印度解决燃眉之急，但这也意味着印度的水资源和未来的发展路径将会被牢牢地把控在中国的手中。这种受制于人的感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而言都是无法接受的。喜马拉雅山地区素来被人们称作亚洲水塔，如果中国选择在雅鲁藏布江的大拐弯河道周边建设一座大型的水电站，那么此举就相当于掐断了雅鲁藏布江上下游沟通的通道。如果哪一天印度与中国之间爆发了矛盾，中国甚至不用直接出兵与印度展开对抗，只需要启动墨脱水电站的攻势，彻底隔绝雅鲁藏布江上下游之间的联系，印度的北部地区就会陷入干旱的困境当中。而且如果中国直接在雅鲁藏布江的上游地区开闸泄洪，那么位于雅鲁藏布江下游地区的印度和孟加拉国势必会承受巨大的压力。中国建设墨脱水电站的行为就相当于在印度的头上悬了一把利剑。虽然这把利剑在短期之内会给印度带来一定的好处，但从长期来看，谁也不知道悬在头上的这把利剑什么时候会突然掉下来，要了自己的命。印度对墨脱水电站感到恐慌和不安也是情有可原的。其实印度倒也是碰上了中国这个好说话的邻居，才没有碰到和墨西哥一样的窘境。当年美国在科罗拉多河的上游直接建设了一个水电站，此举直接导致了属于科罗拉多河下游的墨西哥每年都必须遭受严重的干旱灾害。说到底中国还是希望与邻为善的，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刻，我们并不希望因为建设水电站而与邻国爆发大规模的激烈冲突，因此相关的计划才被搁置了。
不过，墨脱水电站毕竟是一个惠及我国西部地区的庞大工程，不过仅仅是因为国际社会的压力，我国恐怕也不会对整个计划置之不理。我国的墨脱水电站建设工程之所以迟迟没有开工，除了是因为印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对意见之外，也与我国自身的建设条件有着分不开的关系。众所周知，当年我国在建设三峡水电站时，耗费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为了能够顺利建设三峡水电站，我国甚至在原来的三峡周边地区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移民行动。许多原本家住三峡库区的老百姓，最终都被转移到了山东、上海等省份。直到今天，这些库区百姓的付出依然在造福着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民众。如果我国真的要开始建设墨脱水电站，虽然不必举行像当年三峡大移民那样庞大的人口迁移工程，但其背后所要付出的代价也绝不会比建设三峡工程时所付出的代价低。首先，墨脱水电站本身就位于鸭绿藏布江的河道拐弯处，这类的地质条件非常险要，建设难度极大，而且当地也正好位于地理板块交界处，地震频发。这就意味着施工队伍在展开工作的同时，也必须要做好预防地震的准备。如果未来墨脱水电站顺利建成，这座水电站能不能经受得住地震的考验，也是个未知数。更重要的是，墨脱水电站的建设区域距离人口密集的城市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如果我国真的顺利建成了墨脱水电站，那么将来要如何将水电站所发出的电输送到人口较多的城市，也是一个问题。因此，在输电问题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建设水电站的计划最好还是不要擅自开工，否则后续带来的影响恐怕会令当地感到措手不及。另外，墨脱县本身也位于中印边境地区，中国和印度的边防军部队经常在当地或者附近地区爆发激烈的冲突，这也给墨脱水电站的建设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麻烦。开展重大项目建设工作的基础就是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目前可以支撑建设工程的稳定环境条件显然是不具备的，所以即便是我国真的想要建设墨脱水电站，也必须要等到中印边境彻底稳定之后才能开工。万幸的是，我们如今已经在中印边境冲突当中掌握住了主动权。当解放军顺利在日喀则地区修建了一座大型机场之后，中国的边防军部队随时都可以得到来自空军部队的支援。印度军队在边境地区的挑衅力度也明显下降了。这对于我国西南边境地区的维稳工作和墨脱水电站的建设工作来说，都是一个难得的好消息。中印边境冲突早一天解决，墨脱水电站的建设就能够早一天被提上日程。事实也终将证明，中国不会像美国一样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优势，肆意对他国展开打压和制裁。中国的发展对于周边国家来说不是威胁，而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当墨脱水电站建成之后，困扰印度上千年的洪涝灾害问题将得到很大程度的解决，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也将会变得更加密切。从某种角度来说，中国的墨脱水电站建设工程已经不仅仅是一项技术工程这么简单了，它关乎着中国与南亚国家合作的大局，也关乎着中国西部地区前出印度洋实现宏伟发展目标的计划。中国需要发展，世界也需要发展，未来的中国必将会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世界经济的成长提供更多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全世界的民众也将在中国发展的历程当中看到一个更加友善也更加蒸蒸日上的东方大国。